大家好，我們那天去國華買萬巒豬腳的時候，那位姐姐跟我們說，我們的萬巒豬腳在溫哥華是有餐廳的，所以我們今天的溫哥華吃什麼？要來安可盧吃台式料理。安可盧萬巒豬腳就是 Uncle Lu 萬巒豬腳，哇，挺漂亮啊！您好，两位，好，傳承美食萬巒豬腳，還有夜市小吃，台灣第一炸物滷味熱炒，還有鹽酥雞、彰化肉圓、蒜泥白肉、招牌滷肉飯。你想吃滷肉飯嗎？可以。我們今天就不打算點豬腳了，因為我們那天點了豬腳，我覺得還蠻好吃的。但是台式的這個滷豬腳飯，它那個醬料它是偏甜的。我們在萬巒吃的萬巒豬腳，那個醬料也是偏甜的，但是它的那個蒜香味非常的重。它這個麻油雞，它算特色湯麵。哪兒的麻油雞？这不是嗎？台式麻油雞特色湯麵。點個麻油雞吧。可以啊。它還有酸菜白肉鍋呢。但你看他們台南蛋仔面，稱讚的是鳳梨苦瓜雞鍋、酸菜白肉鍋。咱吃麻油雞。麻油雞嗎？嗯。好，然后你再來一個招牌滷肉飯。招牌滷肉飯。還有熱炒三杯雞、肥腸、茄子、杏鮑菇、高麗菜。咱們來個炸物拼盤吧。嗯。好不好？炸物拼盤。那青菜來一個嗎？嗯，炸物拼盤。一個炒青菜，一個台式麻油雞，你再來個招牌滷肉飯，就完美。謝謝。我們點一個台式麻油雞，這個是算什麼？是算火？一個鍋，一個湯，一個湯。對，它裡面有跟兩個小菜跟一個白飯。哦，它裡面有兩個小菜，哦，那太好了。然後再來一個招牌滷肉飯，好，一個炸物拼盤。拼盤可以自己選3個，看你要拼什麼。哦，兩個小菜是什麼小菜？兩個小菜今天是意大利瓜跟炒蛋。炒蛋和意大利瓜。哦，就是小小的一份，小碟的哦。那再來個高麗菜。要蒜蓉清炒。蒜蓉吧。行。蒜蓉，然後炸物我再看一下。好，那我先幫你點一個滷肉飯、麻油雞跟那個蒜蓉高麗菜。嗯，好，謝謝。它有點像是那種套餐。對。它有點像套餐，然後它有白米飯，有菜。那我們的炸物來個鹽酥雞吧。鹽酥雞，咱們今天就是雞套餐，煮的雞和炸的雞。啊，對啊。我們剛才來之前我還想說一定不要點鹽酥雞，但是你知道進了台灣的這種餐廳，就必須，尤其他那個鹽酥雞旁邊還有個小手指小讚，所以我必須要點一個他的鹽酥雞。好像說他們家鹽酥雞很好吃，我多嘗一嘗，我回去再精進一下我炸鹽酥雞的水平。溫哥華市中心好像也有一家萬巒豬腳安可盧，說那一家也很好，但是市中心我覺得房租太貴了，好像他後來就關門了。然後就只有這一家了，這是在 Richmond 列治文。我看這個安可盧這個家餐廳原來在台北也有店，在這邊開了分店。好像說這個盧金南先生尊重他的這個師傅的意思，要把這個屏東美食發揚光大，在加拿大發揚光大。所以人家每個人點的都是套餐。每個人點的都是套餐。麻油雞是套餐，它有2個小菜。有一個飲料。對，那你那個滷肉飯也是套餐應該。安可盧 ，since 你看它是1948 ，Uncle Lu 是1948年，所以它這個本店應該是在屏東。那天那個萬華的姐姐就說嘛，說老闆本身就是在屏東開萬巒豬腳的老闆，所以這個盧金南先生應該是他這個師傅的弟子傳下來的這個手藝。所以它叫傳承美食嘛。謝謝。哦，謝謝。不錯嘛，你看這一大碗滷肉飯，油亮亮的，所以它肉是真多啊。还不錯，就是滷肉飯，我覺得蠻好吃的，肉給的量很足的。飯也足啊，飯也足，然後它的這個也是稍微有一點點甜口的。
我们在台湾吃的，除了咱們吃的那個金峰滷肉飯吧，是專門吃的滷肉飯，剩下的我們吃的滷肉飯都是算是配飯，比如說台南的牛肉湯，旁邊它加讓你自己盛，它那個肉就沒有那麼多，這個肉就很多，非常的多。金峰吃的那個滷肉飯，那個一小碗也是一小碗，你記不記得？都是小碗小份的，沒有這麼乾的。謝謝。高麗菜。高麗菜挺好吃的。好吃。我有點期待我的麻油雞。笑啥，富貴？他們家居然還有賣宮保雞丁。這兒嗎？有賣宮保雞丁嗎？對。那得多不正宗啊！但我這個滷肉飯不算套餐啊。你的不算套餐，但你的是大份的滷肉飯。這是我目前吃過最大份的滷肉飯。咱們在洛杉磯吃滷肉飯也是小一碗，小碗的，也不是沒有這麼大碗的。就吃過最大碗的。就是讓你吃飽，讓你點一份就夠。不是溫哥華什麼都大量。今天我看有留言說，咱們喝早茶，你不能超過5個，2個人你超過5個以上就太多了，吃不了了。溫哥華的所有的菜量都大。我現在明白他這個餐廳，其實他還是以賣這個套餐為主，一個人的套餐為主。它不是那種就是讓你可以幾個人吃一桌飯那種的。你看他那個豬腳飯也是，也是一份一份的。它有點像那種就是沙拉便當。哎，對，有點像那種感覺。對，我真的覺得你的滷肉飯挺好吃的，你覺得嘞？但我說句實話，就是每個地兒吃滷肉飯，其實我也沒有吃出就是哪個特別好吃，哪個特別不好吃，都差不多。你有吃出來過哪個特別好吃嗎？但我覺得控肉飯是有區別的，因為切法不一樣。哇，好大，謝謝。是不是控肉飯是有好吃不好吃的區別的？鹽酥雞這麼大一份，這一看比我炸的就脆啊！好吃嗎？你覺得有我炸的好吃嗎？它不一樣的味道，它比較淡。比較淡。好吃嗎？還不錯，很嫩。它這個裡邊是雞胸還是雞腿啊？它看着像雞腿啊。它如果只要是我認為像雞腿的，但是它一般像這種店家用的不都是雞胸嘛？就說明它醃製的很到位，鎖水鎖的很到位。那是不是外邊裹的那個粉偏多呀？它外邊粉的這個裹的這個粉很薄，但是它又很脆，我覺得很好。我又來了。哦，謝謝。好，謝謝。小心燙。小心這個紙巾。好，謝謝。我的麻油雞裡邊有飯，有炒蛋，有瓜，這是麻油雞湯，高麗菜雞，好香啊！咱們今天全是雞，其實全是高麗菜，多吃點菜，多吃點雞。這個湯很濃郁的感覺。它這個湯哦，有一點那種像那種豚骨拉麵的那個湯的味道。它麻油放的和我們之前在那個原住民吃的那個麻油雞味道是不一樣的。要裡邊有麵的話，肯定會很好吃。我是不是應該可以選麵線啊？對，你是麵跟飯類的，就是你這一溜是歸在那類的。這家餐廳的菜就是適合中午來吃，然後或者比如說中午上班休息，來吃個便當，來吃個這種套餐。就簡單的套餐，它不是吃大菜的餐廳。你說這個感覺有點像什麼？吃飯食堂。就是那種感覺。它也有熱炒啊，像有什麼3杯雞啊，3杯茄子，還有。給我評價說，服務不是很好。挺好的服務，我覺得服務不錯。一進來的時候，不是所有人都是笑臉相迎哈，但是一開始我以為就是服務可能會不好，但是其實說話啊、聊天啊、介紹啊什麼的都不錯的，小姑娘都很可愛的。那種是雞腿肉，因為我剛才吃到了雞皮，他們的招牌就是萬文豬腳，因為這個東西它是有秘方的，它是傳承下來的。鹽酥雞我也能做，對吧？滷肉飯我也能做，麻油雞哪個台式餐廳都能做出來，但是不是所有的台式餐廳
都能做出来萬丸豬腳，而且是正宗屏東出来的萬丸豬腳。人家店名就叫萬丸豬腳啊。对，他们叫麻油鸡，安可路麻油鸡没有。那麻油鸡跟我想象不一样。麻油鸡汤喝多了。跟你想象一样吗？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样還蠻好吃的。就我沒把它當成一個菜，當成一碗湯喝。是不是麻油雞是有很多種做法呀？我覺得就是分湯多湯少吧。咱們之前在那個逢甲夜市，當時還沒開業，就他那個做麻油雞的那個大鍋，其實他就是熬這個湯，就是喝這個湯。但他那個湯特別油啊，就是你看沒，上面全是一層麻油，感覺喝不了這個湯是吧？對，這個的油沒有那麼多，麻油沒有那麼多。對，這沒有米酒，米酒很少。不是哥，你不能把它和咱們燒酒雞比啊！你燒酒雞是燒酒雞，麻油雞是麻油雞。哦，是不是麻油雞裡面應該沒有那麼重的米酒味道？喝了個水飽。咱倆點的有點多。後邊那個人，麵也吃完了，豬腳飯也吃完了。後面那位大哥嗎？麵也吃完了，豬腳飯也吃完了。這飯量很大的，很大呀。人家可能過午不食，人家吃完這頓飯晚上就不吃了。雞還是很嫩的，鹽酥雞的雞也特別嫩。咱回去我要是能買到，好的五花肉的話，我也給你做滷肉飯。你不是還有一個什麼的嗎？那個紅蔥頭酥。我那天燉那個豬蹄兒，加的那個紅蔥頭酥，巨香無比，整個房間都特別香。這碗飯太撐了。我們印象中的滷肉飯還是台灣的小份滷肉飯，沒想到一上來這麼一大份，所以我們今天就點多了。我想問一下，他們那個套餐那個飲料是單點的嗎？還是它不是那個套餐裡面有？也不會有的。那什麼是套餐？如果你比如說你點鹽酥雞或者是那個高麗菜，你就可以加3塊有額外一個白飯跟2個小菜，然後再送一個飲料這樣。哦，明白。我點任何的菜都是可以變成套餐的，是吧？熱炒可以加紅醬跟鹽酥雞。哦，明白了。其他就沒有。其他就沒有。但如果像你點餐類的話，它就本來就有米飯。好，明白了，謝謝。我這個算套餐，然後呢，只不過是它本身就帶了小菜和米飯，然後呢，它這邊裡面一些菜，比如說鹽酥雞，還有它那些炒菜，都可以加3塊錢，它就變成套餐了。哦。我把我的麻油雞湯全部打包了。我覺得這幾天要是哪天天冷，晚上不想動的話，可以喝一個，尤其咱們住在公寓，對，拿鍋一熱。這又是很美好的一碗湯，主打一個不浪費。他這裡打包盒一個收了5毛，一個收了3毛5，然後總共吃了62塊8，我省了幾%的小費，72塊22。你給了多少小費？15吧。壞了當地人的規矩，已經看見有人留言了，說你壞了當地人的規矩了嗎？對，你就給10%，你要不你別壞了當地人的規矩。對不起。我把美國的壞習氣帶來了加拿大。說到剛才富貴說有朋友留言說我給小費破了當地的規矩這事兒哈，但還是得說一下這個溫哥華吃飯的一個感受，沒有壓力，沒有給小費的壓力，因為現在在美國的這個小費文化已經是讓我吃飯感覺到有壓力了。小費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自願給的一個事兒，你當然你像這種小費國家，你必須要給個10%。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情況，雖然它是讓你選10%、12%、15%、18%，甚至22%、25%、28%、30%，但是呢，美國就有情況，就比如說你給的少了，你覺得不滿意，或者是他服務的不好，他就會出來質問你。你為什麼給了這麼點小費？像那種服務好的，像疫情期間，之前還有人簽小費，就覺得你疫情期間你還堅持住了，然後呢又給我們提供這麼好的服務，簽幾百塊錢的小費，甚至幾千塊錢的小費，就那種高檔餐廳都有。我就記得我原來上學的時候24、25歲的時候吧，當時在洛杉磯讀研，然後呢我和一群朋友，我說我帶你們，我請你們去吃，一群老外啊，我請你們去吃烤鴨。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烤鴨的名字，還有在哪兒，就在 San Gabriel 一家烤鴨，然後裡邊那個大媽，服務態度極差，然後我就給了一個10%的小費，因為我覺得服務的非常不好。然後我付完錢出來以後，那位大媽出來追着問我為什麼只給了10%的小費，那還是10幾年前呢。我吃個飯壓力都這麼大，當然我也理解，就是做服務生的辛苦，因為我原來在英國讀書的時候也
端過盤子，餐廳裡打工打了得有2年。我知道，就是服務生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像在英国，它就是没有这个强制小費，有的時候給個1磅2磅的那個硬幣，就是最大額的硬幣，有那麼1磅2磅的小費，你是非常的感激。但是感覺在美國的這個小費文化，就讓人覺得吃個飯壓力好大。然後現在什麼點個外賣呀、奶茶呀，都是18%、20%的小費。現在很多地方都是。就是他固定收一個服務費，其實挺好的。像台灣有的地方，就我固定收10%，我就知道你收10%，就接受得了就去嘛，接受不了就不去嘛。因為他固定收了一個服務費以後，然後你如果覺得他服務特別好，那你可以單給他一個現金的一個小費，對。但我覺得他肯定會更高興，因為他覺得他服務好了，對我們客人滿意什麼的，服務的一個價值的體現嘛，這個小費。對，還想和大家聊一個什麼話題呢？預制菜。你說萬巒豬腳它算不算預制菜？它一定是算預制菜的嘛，對吧？因為它是做好了，然後你到時候解凍直接就可以吃嘛，這是算預制菜吧？而且這個預制菜在美國其實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它 Whole Foods 啊，或者是 Costco， 就像 Costco 我們買的那些什麼露營吃的那些什麼牛肉、烤牛胸肉啊，那不都是預制菜嗎？ Trader Joe 他們一盒一盒的都是預制菜，米飯有菜有肉，就一個搭配好了的。然後甚至現在有一些高端預制菜的公司，就是你可以跟他訂餐，就他給你每天每周給你送1周的飯。1日3餐或者2餐你可以選擇的一個套餐。其實在美國的很多超市啊，或者是一些 business， 它都是有在做預制菜的生意的。為什麼國內這麼的打擊預制菜？就是因為有些餐廳或者是有些外賣的餐館，說是餐館，就是外賣的灶台就是一個 menu， 它其實什麼都沒有，也不需要備菜，它就買的就是預制好的一些雞蛋，做好的炒雞蛋，比如說混合好的蛋液，你自己炒一下，你甚至有的連那個蛋都已經炒好了，你就加熱一下就可以出餐了。水煮肉、宮保雞丁，鍋上加熱一下，你就可以出餐給外賣了。那為什麼說國內外賣不好？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來源，你吃的東西是什麼，是不是他這個店家做的都不一定。我是覺得是不是大家追這個預制菜這個事情，是不是因為你本身，如果你本身就是餐廳，你如果再來賣預制菜，那這個東西就是不太合理了。不，你就說這個萬巒豬腳，它算不算預制菜？它不可能每天都煮那麼一大鍋，它肯定是做好了凍起來，或者是做好了放冷藏。就不說這個，就說咱們吃的1萬塊錢的牛肉麵，那個老闆就說了，說我光來怎麼熬它，怎麼煮它，怎麼冷凍它，我這就已經是改進了很多次了。好像當時說的是要3煮，然後等冷凍了以後還要在復煮的時候怎麼能保持它的口感。那這個算不算預制菜？那它這個牛肉麵算不算預制菜？我覺得預制菜分2種，一種呢是我們自己餐廳自己做的預制菜，因為有很多其實咱們吃過的，你仔細想一想，咱們吃過的很多菜它都是預制菜。就比如說鐵鍋燉大鵝的大鵝，它一定是燉好了冷凍再加熱的，因為它不可能在20分鐘之內上菜燉熟。我覺得是不是它分這個預制多長時間呢？你要預制比如說1個月10天沒事兒，你要是預制了3年是不是就不行了？你預制了3年，但是你凍1天也是凍3年也是凍。就我覺得首先就是這個是不是這個餐廳自己預制的東西。對啊，不是說你別不是我從犄角旮旯哪個公司三無公司進來的宮保雞丁，我在我餐廳賣宮保雞丁。不是說某個餐廳都是預制2年以上嗎？是啊，西貝嘛，不是說你不用某個餐廳，這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說的那個預制菜就是冷凍的西蘭花，是生的西蘭花，那算預制菜嗎？它是冷凍的吧？冷凍的，如果說它凍2年的話，它還是冷凍啊。你凍2年和凍1個月也都是一樣的。但我是覺得這個預制你得分什麼東西吧？比如說你說青菜，你說西蘭花，你說青菜，如果你說你這個青菜本身就是冷凍的，那肯定不如炒新鮮的好吃嘛，口感。但是你話又說回來了，那老外就是吃冷凍蔬菜，他們要求標準不一樣嘛。那你說為什麼咱們有時候說那個農村吶，或者說那種鄉鎮吶，為什麼你總覺得它的青菜特別新鮮？它就是早上起來現從地裡給你摘下來的，然後就到餐廳就給你炒了。那為什麼那個菜就特別好吃呢？
你是能吃出来的，好吃不好吃。我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因为我那天看视频的时候就专门就是有一个广告，插播的廣告，就是這個主廚說我做的這個預製菜，這老外哈就說我做的這個從我的 kitchen 到你的 table， 就是我給你弄好了。說我在想，這不就是給自己的預製菜打廣告嗎？大家要是有對預製菜和小費有不同的見解，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交流哈。總的來說，我們這個萬巒豬腳還是不錯的，還是很好吃的。對，我看看過幾天能不能再去補個貨。哎，不對啊，你補不了貨，帶不了去美國是吧？肉。對，你可以打包一份萬巒豬腳，然後我們回去是當天晚上吃。也行，也可以。